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开了全球1340万份天堂文件。这份报告将众多政要、名人和商业领袖的离岸利益链给揭露开来，其中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内阁成员，甚至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很高兴今天在开曼 BVI 的热带姊妹岛屿夏威夷带来今天的节目。话说，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开曼和 BVI 就开始实施了经济实质法案。市面上不少媒体把经济实质法案描述的世界末日已到，再不跑就没命了一样。今天通过顺手牵羊，就来全面给大家解读一下经济实质法案到底是什么，开曼和 BVI 出台该法案的目的究竟为啥？作为离岸规划的各位大佬们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金主爸爸究竟该如何应对这个经济实质法案呢？话不多说 ，Let's get into it。经济实质法案是什么？该法案是开曼和 BVI 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的经济合规法案。这个经济实质法案最核心的要求可以总结为4个字：合规审查。具体来说，所有在开曼和 BVI 注册的实体要求必须申报从事相关活动的相关主体的信息。相关活动和相关主体是啥？别着急，下一节马上见分晓。大家看到这里，是不是心中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我不报或者没能按时申报，会有什么后果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未能按时提供必要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法律实体或者个人，可能将受到75000美元的罚金，以及最终受益人最高5年的监禁。你以为天高皇帝远？你不住在开曼和 BVI， 他们就管不着了吗？当地政府也会将相关实体信息交换给最终受益人所在国的税务主管机关。什么是相关活动？通常包括以下9大类：银行业务、分销和服务中心业务、保险业务、基金管理业务、融资或租赁业务、总部业务、航运业务、知识产权业务、控股业务。那如果你不是从事这9大类的相关活动呢？很抱歉地告诉你，也必须进行经济实质申报。只是大家申报内容就是未从事相关活动，不需要满足经济实质的一系列要求和规定。那经济实质又有哪些要求和规定呢？千万要坚持看下去。接下来的第5点会给大家详细解答。什么是相关主体？在开曼或 BVI 成立或注册任何法律实体，但不包括非税收居民实体或者不具有法律人格的有限合伙。乍一听，被纳入范围的活动或者主体是不是让你望而却步？感觉本来看到的曙光，又眼前一抹黑。开曼和 BVI 这2大税务天堂搞这么多条条框框，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事实上还真不是，且听下回分晓。开曼和 BVI 为什么要出台经济实质法案？这里就必须要从一个震惊全球的黑天鹅事件说起。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ICIJ 2017年11月公开了全球1340万份天堂文件，英文叫做 Paradise Papers 的财务报告。这份报告将众多政要、名人和商业领袖的离岸利益链给揭露开来，其中包括美国特朗普政府内阁成员，甚至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各国名人政要，总金额高达10万亿美元。这些金额相当于英国、日本和法国这3个发达国家 GDP 的总和。而跟天堂文件最相关的地区，首当其冲便是开曼和 BVI。由于其税收优惠力度大，对实际受益人保密等特点，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慨。OECD 也就是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联合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正式推出了 CRS。目的就是为了让各国充分利用 CRS 协议来全面打击海外避税等行为。开曼和 BVI 由于受到了 OECD 和欧盟的压力，为了不被这些大佬们给列入税务不合作黑名单，以规避国际制裁，所以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出台了经济实质法案，以自证清白。其实他们想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该法案要求大家达到哪些实质？各国对实质的要求略有不同。这里我以 BVI 为例，它规定相关公司必须满足以下的合规要求：
一、相关业务在 BVI 进行决策和管理；二、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员工；三、在 BVI 境内产生足够金额的支出；四、有合适的办公场所；五、知识产权相关业务设备必须位于 BVI 境内；六、在 BVI 从事核心创收业务。此外，你还需要委托注册代理人对以上的信息在政府进行备案登记，并上传到 BVI 当局的受益人安全搜索系统，即 BOSS 系统，并接受 BVI 当局的监管和审查。六、实在无法满足经济实质要求，咋办呢？如果你实在无法满足经济实质要求，可采用以下的方式解决：一、你从事了相关活动且无法满足经济实质的要求，这时你可以申报解释为其他税收管理辖区的税收居民，即你需要提供该公司的相关活动在其他地区的完税证明。二、直接将相关活动从该公司移出，停止继续使用该公司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协议和收取相关收入，列支相关费用。三、低头认怂。按照法案要求，补全经济实质，在当地租用经营场所、雇佣人员，并购买必要的资产等等。七、公司年检、报税存档和经济实质申报的关系。目前，公司年检、报税存档和经济实质申报三者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年检是每年度必须进行的活动，报税存档目前在开曼和 BVI 政府的要求下，都是将财报每年存档于当地注册人 Registered Agent， 简称 RA。这个全球人就是合规的服务提供方，而经济实质申报则是符合国际税务要求的额外另一项申报内容，这三者并没有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八、经济实质与 CRS 税务信息交换的关系。开曼和 BVI 的经济实质法案对于不满足经济实质要求的相关主体、高风险知识产权业务以及声称为其他管辖区税收居民的主体，注意，就是这三大群体，按规定将按照 CRS 的准则和本国法律的要求，向对方管辖区交换信息。九、具体要怎么申报经济实质？其实非常简单，首先你自己是无法进行申报的，必须联系像全球人这样的注册代理人才可以申报。以 BVI 为例，目前经济实质申报都是通过向 BVI 官方的申报系统，叫做 BOSS 的系统来申报完成就可以了。整个经济实质申报的流程中，只需要提供一些简单的公司信息、业务信息，以及做一些基本的判断，比如是否为相关法律实体，是否从事9大相关活动等等，就结束了。至于是否需要相关的凭证，我们可以详见以下几种情况：一、如果你不属于相关实体，比如你的 BVI 公司已经拿到了香港或者新加坡的税号；二、比如你从事的是贸易，根本不属于那9大类定义的商业活动；三、你就是个纯控股公司，没有其他的业务，也没有任何收入可言。针对以上3种最常见的情况，目前不需要提供任何凭证，自圆其说就可以了。10、离岸规划的各位大佬们应该如何应对经济实质法案？经济实质法案是洪水猛兽吗？并不是，只要满足法案的要求，按时申报，您其实就可以平安无事。按照规定，每个财务年度结束日期后6个月内递交经济实质申报 ESR。其次是进行新的布局，分离相关业务活动。目前经济实质法案对于 holding business， 也就是控股业务要求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对于海外红筹架构中 BVI 开曼作为纯控股，较容易满足经济实质的要求，企业可以考虑分离其无法满足经济实质的相关业务活动，仅仅保留符合经济实质的业务类型。OK， 我这里做个小总结，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怎么进行全球税务规划，怎么保障利润最大化等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国际企业家的高度关注。而在实行经济实质法案成为大势所趋的国际背景下，此项法案对于打击洗钱和逃税也是具有深远影响和意义的。当然，经济实质法案并不意味着离岸架构的终结，只要大家从容面对，并且由我们从各个层面为大家的资产配置、税务规划进行保驾护航，就完全没有必要过度焦虑。顺手牵羊，一个关于无国界资产管理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